哎呀，幹啥呀？這是破防了，家人們！我發現我兜裡就不能有錢呢。這去趟市場啥都想買，買回來一地。好家伙，誰問我表慢這麼多嗎？你家這麼早就過年了嗎？哎，過不過年不知道，但吃了我的飯小肚兜溜圓，因為我有秘制小醬料啊。就這大丰收啊，我跟你說，就快給我收了。我這3天不吃2天就響了。這蓋一周可當場來賣呀！你看看這占了多少湯啊！花卷和餅我一樣就吃一小塊啊，因為我的胃得給这碗大米飯留着呀。這湯往上一澆，我腦裡就一个詞兒，就是嘎嘎的。媽，這鍋雜糧也是真猛啊！這玩意兒拌點雞蛋燜子，尤其是那個土豆子，哎呦我太愛東北了。我今天一高興整10来個菜，就不挨個介紹了，看着啥算啥吧。這羊排蘸着韭菜花真是沒誰了。這蛋黃焗玉米一下給我拉回小時候了。黑椒牛肉粒兒我用和牛炒的，這個神菜你們一定記一下吧。就這麼說吧，有一天要是我走了，這就是我留給世界的非物質文化遺產。我弟說饞螺螄粉了，這都是我趁拼多多國慶補貼掏的呀，1塊錢整這老些。這裡有螺螄粉，有酸辣粉，料多味兒還正，再配個煎蛋，那給你安排的明明白白的呀。老話說一直嗦粉一直爽，那還尋思啥了？火速上評論區掏它，這蝦每一個都趕我手長大，我只能說 Welcome to 東北啊。大頭菜還得手撕的，要不真出不來那味兒。看這粉條子啊，我炒的時候是這樣的，他們吃完了是這樣的，好家伙，這點肉全借味兒了。最後3口結束戰鬥，先來一隻烤大蝦，再掏一塊帶着肉香的甜南瓜，最後跟哈店女平分一個地瓜。行了，完事兒，收拾廚房，明天消化，後天見了寶。頭2天給考研的孩子整了一頓，那天正好是考研前一天晚上，我寻這得吃點好的，也不光是為了加油，主要我怕他們考完了沒心思吃了，給他們做了個尖椒肉絲餅，還有個新加坡辣螃蟹。既然這盒沒扔，你們買認準這包裝就行。這玩意兒我也不知道真假的，但是我覺得跟我在新加坡吃的味兒是一樣的。完，我尋思這晚上不得幹通宵啊，做了個草莓冰點提神。完，他們說哥你別整的沒用的，那玩意兒提神這一塊，咱說心裡話，提神這玩意兒啥玩意兒有肘子提神的，咱說。完，有個南方同學說沒吃過殺豬菜，我尋思這不創槍口上了嗎？我給燉了滿滿一大鍋呀，這底下還藏2股棒呢。然後他們說想吃個前帳菜，我燉了個牛腩腐豬煲。我天天說前帳，給我現帳整賊緊張。好家伙，連夜在家熬了一鍋皮凍，家裡火都沒關就給我送來了。我說咱哥倆關係慢慢處唄，你這整還挺玻璃心。最後給他們做了個蒜苔羊排和鹹蛋黃茄子，然後他們拿到寢室稍微有點涼，就上宿管阿姨那屋熱了一下。據說那香味在阿姨那屋久久不能散去，整的人2點多還沒睡着覺呢，起來泡上方便。然後有同學元旦不回家，我給他們帶了不少自嗨鍋，正好最近拼多多6周年活動，花1塊錢就能秒整箱9盒自嗨鍋。這毛我旺自熱火鍋賊入味，還有梅肉飯和沙牛煲飯都嘎嘎香。你們直接點我評論區鏈接搶就完事兒了。但我囑咐他們千萬別拿這玩意兒上學校食堂吃去啊。江湖上盛傳一句話叫萬事留一線，日後好相見吶。來吧，香香的牛竹、老肘、漲凍、豬菜、辣蟹、青餅、梅冰、台牌、黃茄、蒜骨。行了，這就跟我弟打包往學校去了。今天來的是中醫藥大學，我跟這幾個同學約定了一下，我說如果考研成功了，等開學一定給我整2天膏藥，但如果吃了我的飯考研失敗了，我只能把我弟拿出來給你們練練針灸了。下大雪了，想给我奶炖只大鵝，但是活的我抓不着，死的我買不着。也就是說，在這場突如其來的大雪之中，我和大鵝都沒有準備好雙向奔赴。我說奶呀，不行，你考慮考慮錯峰吃鵝吧。但我奶說了，下大雪的儀式感必須得有。咱奶的儀式感非常簡單的，就大肘子和大包子，所以我今天包了個肘子餡的大包子。下雪我弟也很興奮，我倆去買菜的時候，他們在雪地裡跑得比大鵝還歡實，我都怕他讓人抓走了。我給烤了一鍋半老包，他說我今天必須給你吃出個新吃法來。我天哪，菠蘿包裡揩上肘子肉，再來一口大蒜瓣，那叫一個前帳看了會流淚，不蒙不是廣東人呢。我奶今天還點了排油條、肉段燒茄子，還有這個撒燒烤料炒的肥牛。我說奶呀，這下雪你不能出去溜達去，你不消化呀。我奶說我今天教你一個道理，叫下雪天吃冰糕，我圖的就是這個勁兒。這雪天做完飯也不想收拾了，往常還得擦擦油煙機和灶台啥的，多累呀。咱就直接微信小程序找京東服務家，人有專業的工程師上門，去油除垢、消毒殺菌，還能延長使用壽命。現在點鏈接，雙薪上京東服務家，每晚8點還能搶券，11塊錢就能洗一台油煙機，手速慢，活動價才139。咱說早知道這麼合適，我原來都多餘自己收拾。
來吧，提上香的青絲兒、波包、肘包、酒蛋、煎饺、排羊、烤牛、蝦豆、段茄、藕盒、蚝生。上我奶奶，我俩也没啥心思吃啊。我说奶，你慢慢吃吧。下雪路也滑，我俩先回去了。我吃，我最近特別想吃麻辣火鍋，然後平時我還愛看炒火鍋底料的視頻，那大鍋下料感覺特別爽，所以我買了400斤調料和800斤牛肥油。我打算用前2天買的那個1.4米大鐵鍋在家做一次試試，看看是不是也這麼過癮。但是炒料之前有很多的準備工作需要做，這裡邊處理乾辣椒是最痛苦的，因為它實在太嗆了。我當時咳嗽的肺子都要出來了，就感覺咳一下全身都在共振。真的，就處理辣椒的那天裡啊，我們家樓道的声控燈燈我們給磕成常亮的了，所以後來熬牛油的时候，我們就拿到院裡去熬去了。零下20多度的天，熬這玩意兒差點沒給手指头凍掉了。但是这時候我發現了一個特別可怕的事兒，就這準備工作多到根本就幹不完。就是每當我覺得下一秒可以炒料的時候，就會發現其實還有事兒是沒準備好的。等我們準備好所有東西的時候，已經是第4天早上了。就這麼折騰完之後，我深刻的明白了一個道理啊，我發現有些錢呢，他就活該讓別人掙去。後來就到了我最願意看的化牛油的環節了，但這玩意兒不快進根本就看不了，因為它真的巨慢，所以化油的時候沒啥意思，我們就下樓打水仗去了。但是打得太激烈了，再加上這幾天在外面凍的時間有點長，回家這頓打噴嚏啊，我估計肯定是嘚瑟感冒了。完了，我們趕緊喝了點999感冒靈，這喝完算是暖和多了，要不這大冷天真是扛不住啊。但是後來炸料油的時候，我發現水汽特別大，要是這麼炒料就很容易糊底，所以我們又把這大鍋給搬屋去了。我當時想的是，我寧可在屋裡炒嗆死，也不能讓這鍋料有一點糊的風險，因為我是不太接受沉沒成本不參與重大決策這個事兒的。要是現在跟我說讓我忘掉前3天遭的罪，重新做選擇的話，那還不如直接讓我死去呢。不過後來炒料的時候還是挺爽的，尤其是一樣一樣往裡下東西的時候，看着可太解压了。但炒起來也非常累，這一鍋炒了4個半小時，就一直在不停的攪，都要給我幹虛脫了。不過有機會能這麼炒一次火鍋底料，其實還挺有成就感的。雖然這活我們整整幹了5天，然後做好了就都打包給身邊朋友分了。但是不知道是不是心理作用，我覺得我們自己做的這個底料比我在火鍋店吃的還香。尤其是這大冷天能在家吃上一頓冒着熱氣的麻辣火鍋，這也太舒服了。但是這麼折騰完一次之後，這房子也算徹底醃出味了。我估計這味要想完全散盡啊，最少也得3年。我最近發現只用大米和水居然能做出來米線，這事兒我太想試試了。我從來也沒吃過不放膠的米線呢。主要是我看了一個教程，它寫的也不太難。它的原理呢是先想辦法把馅米變成粘米粉，後面就跟做手擀面差不多了。我一看這個我行啊，但是奈何它人生無常啊。我們幹了20個小時，但其實就幹出來仨事兒。拉磨，冰了幾瓶元氣夏日限定的海鹽水果，做米線失敗。我後來半夜時候非常暴躁，因為之前不管做的好吃難吃，它起碼有口吃的。你等今天這個，我們即將迎來的卻是一鍋熱氣騰騰的大米湯。後來我仔細研究了一下這個教程，我發現這個傻作者好像是賣米線的，但是好在有粉了。我睡醒之後又研究了一下大姨和花花的教程，這回明顯靠譜多了，但問題是它粘性夠了，膠性不夠。下鍋之前都可好了，但一煮就碎了。後来我們又翻到了一個金點子，是把米飯蒸熟了打成团的压面條。家裡倒是有蒜捣的，但没捶2下小胖就掉凳了。后來就拿地下捶去了，但是時間太晚了，怕這麼捶把樓下老太太捶沒了。然後為了減少地板的共振，就把我弟墊蒜倒底下了，但是這樣有可能老太保住了，地沒了，所以這個金點子我們也放棄了。看着這段直播的人，那純屬是掏上了。後來實在幹不動了，好在昨天冰了幾瓶新口味的元氣，有海鹽椰子、菠蘿、柚子，可鹽可甜，特別清新，果味也特別濃。夏天冰鎮一下喝可太爽了。主要它是0糖0脂0卡，喝了一點壓力都沒有。後來有一個食品專業的學生給我們發了一個非常專業的配方，但是我倆一起試了一下，在不加食用膠的情況下，還是沒辦法做出整根的米線。他後來還試圖和我探討如何能更優化，但我告訴他，你個人幹吧，我幹不了。我給他普及了一個比較冷門的課外知識，我說哪怕是一頭驢，它的陽壽應該也是有限的。做了2天2夜，我們到底還是沒能只用大米和水做出一份米線。第3天上午，我們把这2天失敗的米線都打掃了，做了3天2宿，做出一鍋骨湯大米粥配肉醬。那赶小胖講話了，我們本來是想做全網最真實的美食博主，但現在最多算是個最真實博主，我們做不出美食來了。